我小时候总是喜欢待在河边，这是一条流经我家乡的小河，蜿蜒曲折，从森林的深处缓缓流过，最终汇入远处的湖泊。夏天的时候，河边的空气里充满了水草的清香，蜻蜓和蚊子在水面上飞舞，阳光透过树梢的缝隙洒在河水上，让水面泛起一层金色的波光。但在我8岁那年，这条河流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美好。那年夏天，村里的孩子总是被大人们警告不要靠近河边。有人说河里最近怪事连连，有人半夜听到孩子的哭声从水里传来，但当人们去查看时，河边静悄悄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没有人能确定声音的来源，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大人们只是更加严厉地告诫我们河边危险。我和几个朋友并没有当回事，我们觉得这不过是大人们想让我们远离河边，以免发生意外的借口。毕竟我们经常偷偷跑去河边玩耍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但这次不一样。那天傍晚，我和小智、小凯偷偷跑到河边，我们站在河岸上，欣赏着夕阳渐渐沉入远处的山峦，水面被染成一片鲜红，仿佛燃烧着似的。我们听到了河水的声音，还有一种奇怪的低语声，像是有人在远处悄声说话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小智皱着眉头问。好像是有人在说话，我点头附和。小凯显得有些不安，但他硬是挤出一个笑容。可能是风声吧，但那声音不像风，它更像是某种在水底深处的东西正在轻轻呼唤我们。我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，整个人像是被冰冷的手指抓住了一样。我们回去吧，这里有点不对劲，小凯说。我们转身准备离开时，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河对岸传来，帮帮我。我愣住了，那声音像是一个孩子，柔弱而无助。小智和小凯也停了下来，我们3个人都转头看向河对岸，那里站着一个小孩，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年纪。他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。你是谁？小智小声问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那孩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仅仅只是盯着我们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我们走吧，我轻声说，感到心里一阵不安。可是他好像需要帮忙，小智犹豫了一下。不，他不对劲，快走！小凯几乎是在哀求我们。就在我们要离开时，那孩子开口了，帮我过来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沙哑而虚弱。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力量在拉扯着我往河对岸走。我使劲地咬了咬牙，挣脱了那种怪异的感觉，转头看向小智和小凯，他们的脸色都变得苍白，显然也感觉到了同样的压迫感。不要理他，快跑！我几乎是喊了出来。我们3个人同时转身，开始拼命往回跑。我感觉背后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冰冷，仿佛那个孩子的目光死死地粘在我们背后。我不敢回头看，只能加快脚步，直到我们跑回村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噩梦。我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河对岸那个孩子仍然站在原地，对着我微笑。他的眼睛漆黑，像是2个无底的洞穴，而他的笑容慢慢变得诡异、扭曲。然后他开口了，你迟早会回来的。我从梦中惊醒，全身冷汗淋漓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天河边的事情。可是，那个孩子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。我无法忘记他苍白的脸，无法忘记他那诡异的笑容。更糟的是，村里有几个小孩陆续失踪了。大人们开始加强巡逻，还专门设置了禁止靠近河边的告示牌，但没有任何效果。那些失踪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。某个夜晚，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没有任何人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正准备转身回去时，耳边传来那熟悉的声音，帮帮我。我的心脏猛地一缩，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凝固。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，河对岸的孩子。我告诉自己这是幻觉，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。我回到床上，企图忽视那声音，但它持续不断，像是钻入我脑海里，无法驱散。我捂住耳朵，想要封闭那低语，
可是声音越来越大。帮我！我的神经崩溃了。我爬起来，迅速穿上衣服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驱使住，我走出了家门，朝着河边走去。空气中弥漫住浓重的潮湿味，月光下的河水黑得像墨。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，仿佛无法抗拒那股力量。到了河边，我看到了他，那个孩子。他仍然站在河对岸，苍白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诡异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等待我的到来。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，但同时也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吸引力。我无法移动视线，脚步越来越接近河岸。我感觉到水流拍打在我的鞋子上，但我的大脑却像是停止了运作，无法控制自己。过来，他嘴唇微动，无声地对我说。我的脚踩进了冰冷的河水中，冰凉刺骨的感觉让我瞬间清醒过来。我猛地停下脚步，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不能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河水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，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脚踝。那手瘦弱而冰冷，手指像是铁钩一样，狠狠地扣住我的皮肤。我发出了尖叫，拼命挣扎，却无法摆脱那恐怖的力量。你逃不掉的，孩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。我感到自己正在被河水一点点拖向深处，冰冷的水流渐渐淹没了我的膝盖，接着是腰部。我全力嘶喊，但四周一片死寂，似乎没有人能听到我的求救声。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快，抓住我！是小智的声音。我转头看见他和小凯站在河岸上，拼命向我伸出手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了小智的手，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拉了回去。那只手依然紧紧抓着我，但随着我们的拉扯，它终于松开了。我被拉上了岸，整个人瘫倒在地，气喘吁吁。当我抬头再看向河对岸时，那个孩子已经不见了，河面恢复了平静。我们3个人都不敢再说话，默默地走回了村子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再也不敢靠近河边，而那些失踪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。多年后，我离开了村子，搬到了城市里生活。但那条河，那个孩子，还有那冰冷的河水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仍然会听到那低语声：帮我！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